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杨医师。最近大家可能看到新闻说，吃这个青香蕉可以防止胃癌、肠癌和胰腺癌。也有人说呢，它能够喂好这个肠道的好的细菌，降血糖，还能减肥。但是有人说呢，吃了以后反而便秘，甚至会变胖。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是对的？今天呢，我们从科学、医学和中医的角度呢，来一起看清楚这一根青香蕉到底有多神，或者有什么样的陷阱。所谓青香蕉其实就是没有熟的香蕉在这段时间呢，它里面的淀粉还没有完全转变成糖，所以吃起来呢又涩又硬，也不那么甜。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含有一种抗性淀粉，这种淀粉呢不太容易被小肠吸收，而是直接进到大肠里面，被这个好的细菌呢分解成一种短链的脂肪酸，其中最重要的叫做丁酸盐。2018年《自然消化内科》杂志呢发现呢，这个丁酸盐它能够促进肠道上皮细胞的健康，抑制呢这个基因的突变。英国的这个利兹大学有遗传性肠癌高风险的人，如果连续2年补充这种抗性淀粉，这个胰腺癌的风险会下降超过50%。这可能就是大家说吃青香蕉可以抗胰腺癌的原因，不是青香蕉本身，而是它呢的抗性淀粉的作用。从中医来看呢，这个青香蕉它性比较寒，味道比较涩它入脾胃和大肠经，有一些清热解毒和润肠的作用。那当然了，你如果体质已经偏寒，容易腹泻这就不太适合了。那么这个抗性淀粉它是怎么防癌的呢？首先呢，它能够喂养我们肠道里的好细菌，这些好细菌呢产生这个丁酸盐，丁酸盐呢可以帮助修复肠道黏膜的损害，抑制发炎。同时呢，它还能降低肠内的这个 pH 值，也就是酸碱度让这个坏的细菌比较难生长。还有呢，它能够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促进这个癌细胞的凋亡，也就是死亡了。所以有研究发现呢，你如果连续吃4周的抗性淀粉，肠道丁酸盐的浓度会上升40%，而肠黏膜的通透性会明显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肠漏的风险就减少了。我们有一个55岁的大肠癌手术以后的病人他通过调整饮食，每天加半根青香蕉搭配一些放凉的糙米饭3个月以后呢，他的胃肠呢就不再有胀气，粪便呢也成型，能量也有所提升。这个抗性淀粉呢，它不是药但是呢，它在养肠道、养免疫方面呢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很多人误认为这个青香蕉的热量低能减肥，但实际上呢，这100克的青香蕉还是有90大卡的热量。它能稳定血糖，是因为抗性淀粉它吸收比较延缓，所以呢，你的总热量摄取太多，血糖虽然稳定，但是体重呢还是会升高的。2014年那个临床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连续吃4周的青香蕉粉以后呢，他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明显提高，但是体重并没有下降说明他的热量呢还是在那里的。有个38岁的上班族女性，她就听信了青香蕉减肥这个说法，每天吃2根结果1周以后呢，腹胀、便秘，体重呢还多了半公斤。因为她是一个脾胃虚寒型的人，所以吃这种寒色的食物呢只会让胃肠道更堵。如果想补充抗性淀粉，是不是一定要吃青香蕉呢？也是不一定的。有些放凉的白饭燕麦、豆类和这个青香蕉粉也都是可以的。这种多样化的摄取抗性淀粉呢，比只吃一样食物呢应该更健康一些。那我们再强调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青香蕉，什么样的人不适合。便秘的青香蕉可以促进排便胰岛素抵抗的人青香蕉比较合适，胃肠道菌群失调的人青香蕉也比较好。
但是呢，脾胃虚寒的、容易腹胀放屁的不适合，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的也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同时还吃这些高糖的水果血糖呢反而会高。我们有个糖尿病病人呢，早上只吃青香蕉，所以呢中午低血糖，下午暴食。这青香蕉一定要搭配好的蛋白质健康的脂肪，才会呢更加有好处。总而言之青香蕉不是人人都适合胃寒的人少吃。我经常讲，健康是四维的，从结构来讲，肠壁的完整性才是防癌的关键。另外呢，抗性淀粉它可以协助我们身体代谢毒素，平衡血糖。从能量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是我们后天之本。从这个精神角度来讲，吃饭呢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对食物环境和自然呢要有一种敬畏。我们身体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不管哪一维失去了平衡健康呢就会打折扣。所以青香蕉不是万灵丹它提醒我们肠道健康才是防病抗癌的根本。所以大家呢要懂得选择，懂得节制，每一餐呢都会让我们离健康更近或者更远。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吃青香蕉的经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